之前秋千的镂空花纹已经被花局长雕刻得乱七八糟。经过一个休息日，花局惊喜地发现他的秋千被加了一个保护板，这下花局要爬上去就更费劲了。最关键是，好不容易雕刻出来的图案都被挡住了，花花在秋千上面滚来滚去，找不到地方下口。哎呀呀呀！本局长的雕刻艺术只能从头再来了。昨晚下了大雨，今早很凉快，花花跑到后院玩。快到11点的时候，赵奶爸来接花花回去。今天谈一夜休息，花花一路是走走停停。快到门口的时候，花花向奶爸发起冲锋，吓得赵奶爸把对讲机都掉在了地上。看来只有爷爷在的时候，花花才是听话宝宝。到了那时，叶子只顾着摆弄竹筒，花花好像是听到了什么动静，跑到门口守着。原来是奶爸隔着门拿遥控器来开空调，花花好奇地看着奶爸在操作。让我看看。花花认真学习的样子看起来好乖啊，要是给他遥控器，说不定花局自己就能开空调了。今天奶爸在房间各个地方都放了小苹果，姐妹俩各负责一个区域。花花先是趴在桌子上站着吃，后面为了吃到里面的果果，花花也学着妹妹爬上了餐桌。花花爬上桌子也是很轻松，胖宝宝确实长大了，怪不得昨天钻洞的时候，花局的大长腿都塞不进去。吃完果果，花花坐在秋千上面玩，感觉她这个样子好像一个小姑娘，就是加了背板的秋千又变小了一点。花局坐在上面有点施展不开，躺下去秋千又不够宽，花花的脚只能伸在外面。就这样，花花还是超级喜欢这个秋千。明明房间中间有个更宽敞的摇摇船，她也不去躺，就喜欢睡在这个上面玩。花宝鸡玩累了，准备去床上睡觉，他选择不走寻常路，想从这边直接爬上去。不过他的土豆腿好像不够长，爬了一会儿没上去，只好退了下来。花花想从入口上去，结果他发现这里可以给背上挠痒，可算找到个好地方。花花一次性挠个够，他这个腰扭的还挺妖娆。下午上班，花花继续她的雕刻事业。之前的镂空被挡住了，她就从边缘开始啃。不知道花花下次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艺术作品呢？花花正在努力的时候，叶子挤了上来。姐妹俩看来都很喜欢这个秋千，可惜她装这对300多斤的姐妹花还是比较困难。叶子主动躺到姐姐怀里，把脑袋凑上去。花花本来是拒绝的，但是面对这么主动的妹妹，还是忍不住啃了上去。两姐妹每天都是这么既黏糊又搞笑。姐，你使点劲啊！这是你要求的，我就不客气了。被姐姐做了牙齿按摩的叶子简直神清气爽。下午睡醒以后，她这个姿势哪里像个妹妹熊？我们的叶甜甜太酷了，像是个熊界的霸道总裁。